好，最近中选会委员这边讨论了啊，游盈隆说他如果担任中选会主委，他会辞掉台湾民意基金会的董事长，而且不再评论政治，我觉得蛮可惜的。我觉得民意调查、民意基金会反而比较重要，中选会主委谁都可以做哦，不需要他来做哈。那到底现在讨论也被问了，要不要不在籍投票嘛？那游盈隆说，国际趋势是不在籍投票，但是呢，如果是9合1选举，恐怕会变成灾难，因为9合1选已经很多了，选票已经很多了，然后呢还加上公投，如果公投案子有很多，就投不完嘛，那另外呢，这个不在籍投票，说有3大风险，内政部说担心会乱，一个是选务复杂，第二是又是了境外敌对势力会介选，那你好吧，就是不在籍，他就说台上会被老共我检查一下你投谁，意思这样啊。或是做票啊，另外呢，社会各界没有形成共识，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啊，所以有3大问题啊。那到底公投该不该绑大选？公投绑大选最早是民进党要求的，陈水扁要求的，因为他认为你光公投可能投票率不够，但是跟大选一来呢，就会去投了，这是第一个啊。但是后来呢，发觉公投绑大选对民进党不见得有利，他执政啦，不见得有利啦，后来就说公投不能绑大选，那现在又把它改过来了，再一等把它改成。这开始的时候，在野党是反对公投绑大选，但是民进党坚持。后来呢，民进党要把它改成公投不绑大选，在野党认为说应该绑，所以又改回来了。那说呢，这个制度2018的噩梦制度已经修正了，但是呢，不要倒洗澡水连婴孩一起倒了哈，就是说洗澡水倒了，孩子在里面洗澡，把孩子也丢了。那吴思瑶就问中共到底怎么介选，游盈隆说感觉很严重，但是没有找到非常多的证据，我们看一下。那我也希望主委这边加速来实行了。是在暗示中选会主委人事案在野党这一次不挡了吗？而面对可能的新职位，游盈隆说已经做好准备。如果大院能够通过中选会主委的人事同意权，我将辞去台湾民意教育基金会的董事长，也辞去董事。好，我采取比法律更严格的标准。只是想要蓝白阵营同意不在籍投票是关键。如果立法院通过了不在籍投票，中选会只有依法行政。9合1地方选举里面实施不在籍投票，就现阶段来讲，肯定是一个灾难。喜欢看天边的彩霞，但不要踩坏了眼前的一大这个玫瑰啊。建议可从单一投票先试行，因为对于移转投票，民进党不同意。台湾有特殊的买票文化，美国会买票吗？不会吧。9合1选举里面全面性的弄这个不在籍投票，这个是太大胆，而且太冒险的作为。抱虎平和，游盈隆话说的小心翼翼，看来两边都不想得罪，但公投绑大选，游盈隆的立场跟民进党大相径庭。我支持公投绑大选，而且也没有不支持的空间。您要怎么务实的解决过去2018发生的边开票边投票的问题？直接民主是民进党的核心价值。以民进党前辈之姿回应民进党立委质疑，不过显然这答案并非现在的民进党想要的。好吧，就是说原来有11个委员了哈，那现在剩4个还没任期没满，那6个任期满，那还有一个辞职，所以这是6加1等于7啊。那他们说支持中选委还不错，至少呢还有稍微协调一下，国民党好像推荐了2个，好像国民。但是我讲实话，我这次我不懂赖清德的，要怎样呢？你原来就有4个都是你的人呐。你现在的7个里面也不过2个国民党的，民众党没有，也许一个、3个，剩下4个也是你的，加起来8还是比3嘛，表决还是你赢啊，对不对？你老是那么小里小气，你小气恩施系委员是一样啊，对不对？只换几个新的，我告诉你，新的全部给在野党，你留下的还是比较多的，你这个都不肯让，不是很奇怪？大法官一样啊。所以呢，这次让了3个了所以大家觉得还比较好，就是意思都不给你，稍微给你一点，大家就很高兴了。其实就这个意思来，到底这个怎么样？来，这个翁委员，这个谈到就是中选会的这个主委游盈隆他的谈话之前我稍微要回应一下刚刚讲的有关于这个国防军购预算。大家要晓得，其实今年度国防部所编的总预算是国防的预算。
是9400多亿。然后在去年，大家还记得我们才通过一个什么韧性特别条例吗？当时也是1000多亿的预算，加起来就已经1兆了呀。那么这1兆多的预算到现在为止，然后也还不清楚说他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然后马上又有另外一个1.25兆的这个军购特别的条例哦。我要说的是，就是其实我们绝对不是说反对国防军购预算，而是希望赖清德政府你要说清楚、讲明白。那么除了这个3000多亿，美国已经释出说大概会这个卖给我们台湾的这些武器之外，那你另外9000多亿是要做什么用呢？而且如果说真的分成8年的话，其实它就可以常态性的编列在一般的这个年度预算里面就好了，不需要再特别的再框列一个特别条例。从蔡英文政府到现在到赖清德政府这10年里面，我们已经有3个特别条例了。针对国防的3个特别条例，那么整个的国防的预算的 GDP 从2020年还有马英九那个时代，大概就差不多4000多亿的国防预算，那到现在已经膨胀到9000多亿。可是台湾有更安全吗？事实上并没有，所以我认为说我们的国防预算固然我们一定要维持一定的水准，可是钱也要用在刀口上啊。这个美国的这个 AIT 的处长古立言说，自由不是免费的。可是我要强调，就是自由也不是浪费啊，不是说我们把那么多钱都浪费在根本看不见的这个武器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很严重的。中选会的部分，因为今天早上在立法院有审查了，好，那当然早上游一龙我也有去问他了哈，我就了解一下说他的立场跟李进勇有什么不一样。那至少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对罢免的看法跟对李进勇不一样啊，因为像我之前我们面临大罢免的时候，那时候我有问过李进勇，我就说，可不可以在刚选完没多久，你的对手呢就来罢免你啊？那为什么选罢法一开始会有1年不能罢免的规定？那李进勇讲很清楚啊，他说，那你总是要让人家做一做嘛，对，做一下看怎么样，再根据你任期表现然后来罢免你啊。如果说你刚选上，你的对手可以来罢免你的话，那这就当然违反民主嘛。所以我那当下是当然是还蛮肯定他的，我觉得至少你敢讲，就是他跟李进勇的不一样。那我觉得也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之前的大罢免，李进勇就是一直在护航嘛，不是除了护航这个民进党搞这个大罢免之外，还包括像吴思瑶，我提醒一下大家唤起一下记忆啊。吴思瑶当时是为什么罢免失败？他没有进入到投票，是因为他的领衔人就是不见了啊。那当时那个要罢免吴思瑶那一群人，就是赖任他们啊，他们要换提议人，结果有一个规定是说，要当时的提议人的1/2同意的话，那提议人就可以换成副提议人啊。结果赖任他们第一次送件的时候没有到达那个2/2的标准，那中选会直接就说不好意思就不行的，就确定就是不能再换了。可是问题是，大家对于那个条文的解读都不会认为说只能送1次件，应该讲的是说提议人不能换来换去。一下换张世刚，又换我，然后又换翁小玲，不行。但是送件当然可以送到那个1/2为止嘛。但是当时中选会就直接讲说，不好意思，不能再补件了，你只能送1次。那这就是中选会如果要不中立，要帮特定人护航，其实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也是期待说，游盈隆他当主委，他可以秉持着他今天在立法院讲的那个原则，做到中立，而且不要变，不要为执政者护航。现在讲是回事，做的是另外一回事情。对啊，所以就是怕说讲那些事，然后争取大家的信任，但是得到那个位置之后呢，又去执行上意啊。那事实上，袁志刚讲的很对。事实上，在去年很多的罢免过程当中，很多奇奇怪怪的不合理的现象，事实上，我觉得可以去问游盈隆，就你作为主委，你要不要主动来提出相关的修的法律？就比如说刚刚领衔人的事情，那领衔人万一中间不见了，就像不联络，那为什么还要再去？就像你们士林北投。是啊，那为什么我就说那可不可以就推我？因为我也是联署人之一啊，是不是从联署人里面就推一个人来去当领衔人就好了，而不要半数的这个签署人同意再去搞一个？那等于是说花费大家时间嘛，让这个用行政程序阻止这个联署案、罢免案的进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合理的地方，也不符合民主的地方。那再来啊，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不在籍投票这么难？前印尼的朋友、菲律宾的朋友在台湾都工作的都可以去他的代表处投票。请问台湾雇主可以借选吗？有借选说告诉你这叫投谁？不可能嘛。好，那你就是很担心说大陆的台商会被借选如何？
那你最起码我美国地区 OK 吧？我美国地区我有侨民嘛，侨民不少嘛，在美国有8个代表处嘛。那8个代表处不能够去投票吗？而且国内可能担心美国会借选，然后美国会借选，然后泰国也有，泰国的台商也不少，菲律宾台商，然后菲律宾政府会借选，菲律宾政府太皇会借选吗？当然不会啊。我觉得美国会借选，为什么？为什么对我们国民的公民素质，国防预算占多少，进去几趴，同意才给你过，不同意再才能投。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台湾是资讯大国，这一点怎么办法克服？来，民众党提出来的，来，在职投票是民众党的优先法案，我非常遗憾，在今天竟然还有这个执政党的立委，过去他们也是主张不在籍投票，现在还在讲借选的问题。事实上，民众党的版本就是在境内投票，境内的不在籍，请问你要怎么样借选？所以在这个时候还在用这种资讯落差来混淆大家。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也不乐见这样子的一个独立机关，如果说你没有前瞻性的思维，已经是国际的趋势，然后还在把它讲成说不在籍投票是一个灾难这样子的说法，我觉得其实有点违背世界的潮流跟趋势，反而是我们的这个行政机关应该有更前瞻的做法跟作为。过去的那个什么边投票边开票这样子的这个乱象，从2018年到现在，你应该有很多制度性的改进的作为，来促使现在更加朝向不在籍投票，让它能够施行才对。可是正是我们的行政机关都不作为，那你说没有选举的时候，这些中选会跟选务机关在干嘛？就摆在那边吗？大家就是不用做事了吗？那当世界潮流已经走到这边的时候，你还在用那种今天过马路可能会被车撞，然后呢来摆烂，什么事都不要做，那我觉得这行政机关也太好当了吧？那为什么连国内都反对？因为怕你国内成功，你就会讲说，国内都很成功了，也有经验啊，国外是不是也可以啊？他就怕这个东西。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因为呢，这个101最近呢，到底叫做台北101还是台湾101啊？那周荣泰啊，还有行政院副院长都说台湾101不肯讲台北，大家就算了，你干嘛呢？台北怎样，对不对？人家都是讲地标嘛，旧金山大桥，对不对？巴黎铁塔、东京铁塔，对不对？这个纽约世贸大楼，其实都讲地标嘛，都讲地名了。所以呢，就有人笑周荣泰说：“你鸡肠鸟肚，干嘛连这事计较？”陈水扁出来讲话了。那蒋万安就说了：“那我难道我叫做这个台湾市长吗？”陈水扁说了：“啊，你会自称台北国总统吗？”那他也没要自称台北国总统啊。然后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要学这个董事长贾永杰，因为贾永杰曾经在立法委员质询的时候说：“哎呀，管他是101、台北101、台湾101都可以啦，都是台湾重要资产了啊。”像蒋永杰说过，他一直说干嘛那么计较嘛？台北101、台湾101啊，这是陈水扁的意思。那这个霍诺德登了101以后呢，张景生说蒋永杰很棒但是呢，台北铁皮屋很丑，因为从上面拍下来嘛，很丑另外呢，这个联合报黑白集说这是民进党的台北情节啦，就谈到台北，因为除了陈水扁上次选赢以外，在台北，陈水扁当时因为有3个人其实陈水扁的票，我加黄道之后还比他多17万票，只是因为分裂了否则的话陈水扁也当选不了的。所以呢，民进党除了陈水扁当选过，以后没有当选过。所以呢，民进党对台北是有台北情节的那现在他们说贾永杰应该去选台北市长因为民进党有人建议了那戴喜新议长说不可能啦但是呢，你之所以会点名贾永杰，就是你民进党没有人了嘛，扯过来扯过去，王志坚提名的还推荐了6个然后呢，这个弄了个半天，一个都不肯出来，每个都要不然就是说主这个先人你搞过228的不行啦，还有呢讲说是这个什么，反正各种理由啦就是不行。我从来不是我的这个像行政院副院长，我从来10年以前就说不选了，到现在我还是不选，就是不选，没有一个人敢说选。民进党真的跟以前差很远，我真的不骗你。以前那时候民进党选县长没有一个选上的，3%也跟你选，5%也跟你选，没有关系，这次3%，下次5%，下次10%，下次20%，再搞一次当选了。他是有这种奋战的精神。现在不是，现在一定要能够当选，有把握才选，没把握就不选
为什么？因为好缺太多了嘛，我干嘛去搞这个东西？别的东西可以好啊，完全失去当时那种革命那种战斗的精神了。我真的是觉得差很远了啊！这一代的民进党人差很远。那好吧，那谁来站蒋万安呢？戴希清说郑丽君比卓荣泰好，这是台北市议会议长说的了，邓丽君比较好啊。那另外呢，这个台北市议会戴希清说会提名31席过半。那除了这个以外那另外呢，我们看这个正传媒有个民调，到底民进党谁最好？这个卓荣泰对蒋万安是62.7比24，郑丽君比蒋万安是60.4比27，所以戴希清讲没错，郑丽君比卓荣泰好一点。王世坚最强王世坚起来以后呢，立刻你看蒋万安的民调就掉10%。王世坚呢就变成32.7%，只差20%，其实只差10%，10%过来就平了。你不要看民调差20%很多，没有什么，就是10个倒过去而已啊。所以王世坚还是蛮强的那另外呢，这个到底这个蒋万安施政满不满意？整体满意69.2%，很高，不满意只有23.1%。民进党呢还有38.7%对他满意的，55.5%不满意。国民党90%都满意，不满意呢很少，只有0.3%。民众党还有81%满意他，只有11%不满意他。中立选民68.4%满意，13.8%不满意。所以蒋万安的施政还蛮满意的。那台北市对于赖清德满不满意呢？看看满不满意满意的39.7%，不满意的51.1%。就是所以呢，因为台北市民也是要求比较高了这种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看过全世界各大都市那另外呢，这个因为王世坚说我受宠若惊，我怎么可能赢卓荣泰？怎么可能赢郑丽君呢？哎呦，我好惶恐所以呢，怎么可能表示谦虚一下，我们看一下。如果民进党想要不只是守住基本盘，甚至要减低万安的外溢效应的话，那我觉得郑丽君会是最好的选择，也是对万安最有威胁的人。因为郑丽君的形象跟这次关税谈判，对绿营来讲，或某些中间选民或产业界来讲，我觉得这些相关的诉求会比卓荣泰我刚刚讲的回到蓝绿对立的基本盘，会更来的值得我们关注。我觉得最适任的，应该就是郑丽君、徐国勇、庄瑞雄、高嘉瑜。我认为以高嘉瑜他的聪明灵敏，他对台北市政也这么熟稔，所以其实他来参选台北市长，胜选率很高。那孟华。其实我觉得就是炒台北101这个有点无聊，因为我们知道台北101就是在台湾嘛。那其实我们在台北的人也都称它为101啊，也不会每次就叫它台北101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的重点呢，就是因为贾永杰董事长他这次非常就是有创新的、有胆量的去促成了这次 Alex 来这个攀岩专家来爬我们101的计划，然后让世界看到了台湾，看到了台北。那我觉得讲回来，就是大家都很关心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人选啦。那其实我觉得这题真的是在2个月来一直的被问，我觉得是大家对于民进党的台北市长的人选是有期待的。那被点名的人选也众多啊，不管是卓荣泰或是郑丽君副院长，或者甚至是刚刚的王世坚委员等等的，就表示民进党还是人才济济的状态。但我们知道，其实台北市长呢，在他作为选情很重要，他是一个首都的市长，所以他必须要成为一个带动北基桃的火车头。那我觉得每个党的每个建设情况都不太一样啊，像我们的新北市或是台中市，目前人选也都非常确定了，都到位了。那苏巧慧的新北市长候选人呢，也都非常努力的在冲刺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台北市长呢，选对会那边尽快来决定一个合适的人选，然后就带领我们整个北台湾的选情可以来往前走。那我自己是也会蛮期待看到一位女性的台北市长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日本的高市早苗的旋风，就是一位女性的首相，她也带起了一个旋风。那之前的小英总统呢，台湾第一位女总统，那也是呢，就是把女性的一些特质，然后还有这种国际经验发挥。所以我们也期待说，也许台北市长可以有一个新的样貌。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民进党台北市长人选是一个可以走出同温层的，因为我觉得像王世坚委员会得到那么多的讨论，那就是因为他在年轻人这边蛮受欢迎的。那大家觉得他是一个可以比较走出同温层，然后来吸收更多选票的候选人的特质。那这也觉得我觉得民进党的选对会，我们在讨论台北市长人选的时候，这也是必须要考量进去的。
卓荣泰去讲到这个台湾101哦，其实我觉得就无聊了哈。你如果真的要选这个台北市市长的话，你连这样子的一个台北的重要的地标，然后呢你都不愿意给台北，那难道台北不在台湾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无聊行为。那陈水扁前总统去酸蒋万安也是非常非常没有必要。我们知道民进党现在有一位自称是台湾国的立委，这一位呢叫做王义川，但是不要什么东西都会泛政治化，这件事情会让台北人觉得非常非常无聊。另外就是其实从这个不管是101也好啊，或者台湾101、台北101也好，我还有关注到这个事件，就是说，其实这一次真的让很多人看到了台北，看到台湾，全球性的。你看那 Netflix 的这个转播，还有这个热销的影片、热搜的影片的第1名，那其实 win-win 不是很好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共同共好呢？结果反而那天贾永婕讲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他说那时候 Netflix 的团队来问说，哎，这个 Alex 你们觉得他穿什么的衣服？然后呢，贾永婕就说穿什么都好，看他方便，他喜欢就好。然后呢，制作团队就说，可是他喜欢穿红色的，这样会不会有问题？因为红色可能会觉得是老公，你知道吗？连这个外国团队都会觉得我们这边实在是太高度政治，真的不要什么都政治化，因为什么都抹红，都不能红。台湾传播公司拍的，赵先这个枉费您跟这个陈水扁呢交手这么多年，您应该也是很了解他的这个政治人物了哈，也是朋友。你都没有抓到陈水扁讲话的重点。他说，台北101、台湾101都没错，重要的是都是我阿扁担任市长任内的时候催生的啦。来催一下，重点对，所以其实对于陈水扁来讲，这个不重要啊。休息一下再回来。美料电子报最新的民调，台中市长到底怎样？江启臣还是赢哈？那赢何信纯14.5%。如果是2个人，江启臣跟何信纯啊，43.9比上29.4，赢14.5%啊。那另外呢，这个如果是杨琼英跟何信纯，因为现在江启臣、杨琼英还没有解决嘛哈。那杨琼英跟何信纯是32.7、33.7。杨琼英输1%，不过这在误差范围之内了。TVBS 做民调的时候，杨琼英是赢何信纯2%，也在民调也在误差范围正负3之内啊。那另外呢，这个说江启臣会大胜的原因啊，是因为泛蓝的基本盘很强，杨琼英也算强，因为江启臣泛蓝86%支持他，杨琼英68%，中立选民30%支持江启臣，杨琼英是没有太高，民众党79%要支持江启臣，但是呢，杨琼英民众党好像也不太愿意支持他。另外呢，青年选票，江启臣是有竞争力的，但是呢，这个何信纯可能这个不是何信纯，民进党何信纯他能够拉到更多的青年选票，但是呢，杨琼英青年选票是不行的啊。那另外呢，这个另外就是虽然啊，所以昨天我们也看到民调，虽然这个卢秀燕的民调支持度非常高，60%几支持他，不满意他很少，但是呢，居然也有相当多人希望换人换党做做看，换党啦，主要是换党哦，换人本来卢秀燕就任期到了，要这个换成民进党有35.3%，希望国民党继续的37.8%，所以非常接近的，而且很多这个都市啊，比如说像新北。以前在台北县的时候，尤清也当选过县长啊，苏珊也当过县长啊，台中林佳龙也当选过市长啊，所以这些地方其实蓝绿并没有那样强，就是只要看候选人到底好不好哦。那不像台南，哇，民进党一执政可以执政那么多年哈，台中啊、新北啊都不见得哈。那另外呢，这个最新民调卢秀燕满意度高哦，但是说基本盘打平了，37跟35差不多了哦。那另外呢，这个卢妈三子就是卢秀燕支持的3个立委啦，包括黄建豪、罗廷伟、廖伟翔，建议党中央在2月6号当天就应该敲定人选，不要拖过就地年。我也认为，新北是一样，虽然他们都觉得好像老神在没有关系，但是拖久了，失老兵疲，而且大家会觉得说你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由焦虑变成失望，不要小看这个，这是很多时候该决定就要决定的。所以他们建议2月6号以前就要决定了啊，因为2月10几号就是农历年了嘛。那候选人可以说我是国民党的这个提名人，来拜托投资我一票，小鸡也可以跟着走嘛。
如果到了农历还说，哎，初选的时候你投我一票，那对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啊？哦，所以是为什么呢？希望2月6号是有道理的，不要再拖了啊。那另外呢，新北也是啊，说新北的中常委说要提案啊，就征召李四川的，不要再扯的了。刘华仁说，你不要因为对手打乱了节奏啊，哦，不要因为民进党哦苏巧慧现在在跑票就打乱了我们自己的节奏啊，哦，所以呢，这是因为刘华仁也想争取，不过好像月底要跟李四川要讨论到底该怎么办啊。那另外呢，刘华仁说呢不退，但是要公平和谐。李四川呢是不主动选，党中央去协调，你要我选我就选，你不要我选就算，我也不一定要选。李四川好像态度就是这样子。哦，在前年大概我就打电话问他，说你到底选不选了？他就说我现在是台北市副市长啊，还有一堆事情要办啊，对不对？我现在怎么宣布我要选呢？我选的话，台北市民进党议员就会骂我啊。所以既然刘和然很想选，然后呢，这个洪孟凯当时也想选，让他们去跑嘛。他们如果跑到时候赢我，就他们选啊。如果到时候还是要我再说嘛，啊，我也不排斥。这李志远态度一直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讯息。蓝营台中市长人选难产，有意角逐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感叹没有实质进展，倒是各种民调如雨后春笋一般。例如最新的民调电子报民调显示，若江启臣代表蓝营对上绿营的何欣纯，江启臣制度43.9%，何欣纯29.4%，江启臣领先14.5个百分点。反之，若同党立委杨琼英对上何欣纯，何欣纯则以33.7%超前，略胜杨琼英1个百分点。看了再说吧，我没有看，所有的民调我们都尊重，而且呢，都是我们这个进步的参考。虽然依旧保持领先，但民意如流水。况且跟杨琼英的协调，还要等到2月6号。受影响的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号称卢妈3子蓝营立委，呼吁党中央别再踌躇不决。我们期待2月6号至少底线是要把这个选举的方式跟选举的时程要很明确的定出来。如果人选跟时程都没有定的话，我想不止市长会受到影响，所有的议员选举的这些参选人也都会受到影响。台中市长攸关2028总统大选，基层最关心的是胜选，而不是无止境的内耗与拉锯。我也回应给党中央说啊，一定要到2月6号嘛，20天要过去。那1月16现在到2月6号又20天了。那所以我就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个20天了哈。对此，国民党则表示，一定按照既有游戏规则，秉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产生候选人。但在这之前，获绿营提名的何欣纯早已在各区跑行程，27号跟副总统萧美琴一起现身。请转动。如果有机会，我可以成为市长，我也希望呢，非常能够呢借重各位校长、各位老师们的宝贵经验。台中执政优势是蓝营本钱，但赢在起跑点，不见得能笑着跑到终点。现阶段时间站在绿营这一边。来，世刚，当然我是觉得以国民党的支持者，还有一些中间选民来看，大家对于李四川跟这个张启臣，大概是支持度是比较高的啦。所以大家就问，那这两个出现的几率还是高，所以我觉得中间就是过程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支持者常常就焦虑在过程的问题。为什么你看到对手在9月间、10月间就已经确定了提名了，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到过年了还迟迟不产生人选，所以大家对于这种过程的纷纷扰扰会觉得很烦很躁。那这个烦躁呢，事实上就会影响未来党提名的候选人在整合的程度，还有要怎么样去把这个选举，然后建立一个团队的困难度也会增加。因为对于侯欣纯来说，他好整以暇，只已整合很多地方的团队。那像苏巧慧更不是用党提名的身份，在全新北爬照，然后不管深蓝的区也去，然后这个淡绿的区都去。那这样子一静一动之间，大家会觉得说，哎，为什么国民党老搞不定这个事情？这会让选民的这种信心、认同，还有到底要不要坚定的支持你，大家就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再加上新北未来还有跟黄国昌整合的问题哦。就算我新北我在2月14号以前放假以前整合出人选，跟黄国昌什么时候还要再打第2回合准决赛？是3月还是4月？那这个还要跟民众党去做一些谈判，还要去做一些协调，所以对于李四川来说，时间已经很紧迫。对了，但是我大胆预测了，我觉得最后台中还是江启臣，新北还是李四川，最后一定是这样。只是这个过程，当然事缓则圆，因为大家都很优秀嘛，刘环然、洪孟凯也很优秀，这个杨琼英也很优秀，所以他们就觉得不想这样一刀切了，但是也不能再拖了。
我真的认为农历年之前应该要赶快决定了。来，元之。我是觉得新北比台中的状况单纯一点啦，因为前两天我看刘荷兰他接受专访，他讲的，他就是说他也希望快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苏巧慧那边有些动作，当然有些人会跟他讲，那他不想要被对方，我在猜可能是见缝插针啦。到时候如果一拖下去，他们又会讲说什么，还什么侯友宜要挺刘荷兰啊，不支持李四川啊，拖越久这种见缝插针的话会越多，所以。刘荷兰他认为说，不管是最后谁出现，那国民党不能够被人家分化，然后国民党要团结，所以我感觉新北这边应该没问题。而且刘荷兰自己也讲了嘛，希望2月中以前可以定案，那所以新北大概没问题。那台中现在感觉我们感觉比较晚一点啦，所以台中卢妈三子才会出来喊话。那卢秀燕讲说，希望能够在2月中定案，如果不能协调不成，就赶快初选，就初选赶快结束。因为当然走到初选就会比较会有一些冲突啦，就像台南就是有冲突啊。我看民进党的台南啊，就很夸张，就是因为以前我也9合1选过嘛，我们通常都是跟母鸡绑在一起啊，母鸡被骂嘛，还要帮忙骂回去，然后母鸡去哪里还要在旁边抢镜头，就是母鸡带小鸡啊。台南现在是小鸡杀母鸡啊。上次陈亭妃去拜访民进党的议员，民进党的议员叫他签声明书给他洗脸，然后陈亭妃也很不爽，就是不签。然后两边现在都对立很严重，我接下来就看他们要怎么团结。所以国民党要引以为戒，就是我们要以团结为主。那我觉得国民党现在比较复杂的其实是新竹啦，因为新竹现在就卡在徐熙颖跟那个新竹县副县长陈建贤嘛。早上我还有遇到陈建贤，最近民调也起来了，早上有遇到那个徐熙颖啊，就问他你们那边状况怎么样，然后他就说反正该怎样，但是现在好像他们那边一个制度都还没有出来，而且那一边就是党员要不要占30%啦？对，是要采全民调还是？对，或者按照国民党传统，党员是占30%了，以前是这样的，不，一直是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我是支持的。为什么？那否则党员干嘛做党员？那我给你交党费，选举帮你动员，然后选举的时候我一点意见都不能表达，也不太合理吧？对不对？你像美国、日本都是党员投票占很重要的因素啊。哪里去搞这个全民调的，对不对？而且全民调的，从民进党现在觉得蓝营有没有介入啊，一大堆，有各种因素嘛。所以党员占30%，我当时选议员就是因为靠党员我才能够被提名啊。我第一次选议员的时候，我哪有认识谁啊？就是因为党员投票，干部评鉴我很高嘛。所以但你要信任你的党员，你不能说党员如果党员被派系啊，被什么操控，那当然不一样。只要党员是真的。党员是最爱这个党的，否则国民党这么衰的时候，大家还会怎么当国民党党员？他权利都没有，那我干嘛要选你做党员？所以很多人讲说不应该算党员，我不这样认为。我说就是应该上的，他只占30%。如果你很强的话，这30%有什么影响呢？影响也有限嘛。继续再回来。他就。好，台币要改版了，台币从2001年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改版过，现在要改版。那说呢，政治人物退散，因为现在台币呢还有蒋介石跟孙中山在上面，那而且赖清德曾经讲说棒球队应该放到这个新台币上面所以呢，终于中央银行说要改版，要花300亿还是500亿，花很多钱呢而且民间你这什么各种很多。比如说停车场的这个付费机啦，等等都要改，他要改新的版本，所以要花几十亿啊，那说他们现在央行昨天宣布要开放呢，大家来票选，12个主题包括什么艺术美啦、工艺美啦、岛屿啦、运动啦、建筑美啦，反正各种。第一天就1万多个人来选，还蛮多的人那所以呢，现在2000块是个鱼吧，台湾龟是不是？台湾龟还是什么？对，樱花公吻龟，还有4个小朋友1000块现在用的最多就是1000块跟100块了，500块用的不是那么多只是过年的时候大家喜欢，因为也比较红。那100块是红，那另外呢2000块其实很少用，有人还不愿意收所以呢，这个现在200块的有蒋介石，200块其实很少用，100块比较多，有孙中山在上面将来大概都没有了。所以排除政治人物，所以有人讲的趁这个机会把蒋介石跟孙中山干掉那另外呢，赖士葆说浪费公帑了为什么呢？就是你现在伪钞到底有多少？其实不多嘛，台币你看伪钞不多，而且现在用
用现款的机会越来越少，很多都是要什么信用卡或是电子支付什么。到大陆去，大陆上2个礼拜以前还发布个命令，不能拒收现款。知道吗？因为大陆很多地方你没有现款，你有那个你没有这个他的那个什么微信啊什么，微信没有办法动啊。对，我们的信用卡他又不收，哦，那他只能用他的信用卡。有一次我到北京去吃完饭，我说中国信托你们收吗？他收，我是台湾的中国信托。他信托搞了半天，说不能用啊。哦，后来还好有2个，那怎么办呢？钱也不收，信用卡也不收。刚刚有2桌大陆人，不知道为什么认识我，2个主动去帮我付钱，冲到前面去，哦，说他们大概看到我在电视上等等之类，搞得很不好意思啊。你现在真的是台湾人去，外国人去，这乞丐都不收现款了，对不对？大陆哦，所以呢，其实现在用现款的不多了。那有没有必要为了这样子哈？说呢，当然有不同的意见的，有人说好改啊，有人说呢。这个浪费公帑啊，而且要好几年才慢慢能改完嘛啊，所以国民党说是政治目的啊。那另外呢，联合报也说台币改版不是只有现在，任何时候政治从来没有影响，都有影响的。我们看一下，这版钞券就叫做台湾之美。新台币钞券改版正式启动，面额主题一共有12项，开放民众即日起到2月13号到央行官网票选，一次最多可选5项。政治人物是不是？我们在这里面好像这个项目好像没有这个政治项目了。变动可能让大家熟悉的包含梅花鹿、小朋友和政治人物毕业，不过少棒队有机会保留。看看12项主题中，包括和谐共荣、永续发展、运动精神、艺术美学、建筑之美、科技创新、民俗节气、公益之美、岛屿生态、保育植物之美、保育动物之美和女性的光辉，将在票选后才会开始设计，用 AI 模拟看看，如果运动精神、12强棒球也加入，可能让钞票更有活力。如果投票第1名的，我们会综合考量，我们会把这个排序1到12个排序，它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因为它要牵扯到里面的防微功能。选定主题后，会历经纸钞原物料采购、报请行政院核定、制版及量产等等。估计新版的钞券将在确定主题后的2年半发行。新版钞券应该会1张平均大致上我们初估大概是5块钱嘛1张。那比现在是增加了1块半。来，乃金。我是觉得真的不需要浪费这50亿啊，去改版这个新台币，因为电子支付是趋势嘛，哈。我们在大陆，比如在大陆用的话呢，这个李显龙啊，新加坡前总理讲了一句名言，他说不怕口袋没有钱，就怕手机没有电哈。所以说，你当使用了这个电子支付之后呢，其实对于像比如说什么窃盗啊这一类的，都已经减少很多。我就不知道要花50亿新台币去换这个已经不符潮流的纸币哈。如果说没有政治上的考量的话，实在是让人觉得就是浪费公帑哈。我觉得就是借着这次换这个新台币，让蒋介石还有让这个国父孙中山自此从民众的生活中退场，我觉得这是主要的目的了。我们看到他现在希望说改钞券嘛，那预计在117年开始要编列预算，逐年汰换。那我想在整个不管是使用钞币的这个习惯也好，现代人确实，我们从实用性的考量来说，现代人确实是使用电子支付比较多。那实用性上还有必要性上头，其实我觉得也应该要纳入整体的评估。你需不需要花这么多的钱去汰换所谓的新台币？另外一个点是，我觉得票选的主题里面看到什么永续发展啊、和谐共荣，这些都是非常空泛的名词。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偷偷的置入，你知道风光电，然后甚至是以后这个军火工业产业链，通通都放进来。那这里面是不是就置入了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或者是台北101会不会在上面变成了台湾101哦？那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就想到了，过去刘世芳一直想要改中正路，好，为了去符合他们的意识形态，要耗费很多的公帑，然后呢让大家去配合他们，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必要？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盯紧。我想其实现在的新台币其实用了24年了，我们邻近的国家呢，日本呢20年用了20年换钞，韩国也是用了23年换钞。那虽然说现在电子支付是趋势但我们现金还是非常需要的。那你在换钞的过程中啊，当然最主要防卫的技术必须要跟上嘛，20年了，过了那么久了，现在的防卫技术绝对是更新的。那还有在回收发放的过程中，你也可以知道市面上面这个伪钞的
的比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来做一个检视的，来让我们的就整个的金融体系知道说我们的货币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觉得现在目前呢，央行是投票有12个主题，那这12个主题其实呢，我觉得跟台湾是切身相关的。趁这个机会呢，来让更多的新的主题在招票上面也不错啊，因为像500块本来是梅花鹿嘛，可是现在梅花鹿已经不是保育类动物了，所以是不是要有个讨论，有个汰换？所以我觉得呢，这方面在换钞是很多国家都在做的，我们也不用再那么多大做文章，我们用新的钞票让整个的金融可以更安全，让伪钞的比例可以更低。那个世刚。我是觉得这个换钞事情，我个人没有特别的反对啦。我觉得如果设计一个符合现代审美标准，然后这个意象图腾让大家觉得看起来舒服的也无妨。但是中间太多的政治操作，从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来。知道为什么说政治人物又退场？那国父孙中山他算政治人物，国父。那很多的国家里面的纸钞里面都有国父，美国有啊，美国也有啊，那所以孙中山要不要退，就可以引起很大的争论啊。要的话，我认为孙中山要保留啊，要保留，甚至很多钞币里面，他说不定可以不在100块的位置，在其他的地方都可以。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讨论就是会导引一个。第二个，是不是央行要去承诺实践赖清德总统之前所讲的，要把上一次在台湾拿到冠军的这个棒球队的意象，在他这个新的这个纸钞里面设计出来，这个是能够去实践他的一个承诺，我觉得这也是他的一个政治考量。所以我觉得换也好，不换也罢，但这个时间提出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政治，就是一个政治。那你又去设立一个说政治人物退场，本身也是个政治考量。所以我倒觉得大家看一看，就是谁应该继续留在那边，应该票选国父孙中山，要不要留在票选里面？如果有这个选项，我投赞成。但是。那之前那个央行曾经评估啦，就是所有的币，包括纸钞、包括钱币，然后全部改版的话，大概500亿左右。那这次因为好像没有钱币嘛，所以可能不会到500亿啦，可能也是100亿上下。那这么大的一笔钱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到底有没有必要啦？其实这是第一件事情，就像刚刚志涵讲的嘛，那之前就一直说要改中正路，当时。中央政府一直说没钱给地方政府哈，地方政府说你不能随便扣我的一般性补助款啊，我们要做在社福啊、教育啊这些。中央说不好意思，我也没钱。但是地方只要他愿意把路改成中正路，那中央就说这个钱我可以补助给你。所以他很多时候是做一件事情是意识形态是大于这个民生嘛，然后可能跟什么这福国益民都没什么相关，所以我觉得这个钱币这个已经引起那么大的争议了，到底要不要做？我觉得现在大家很值得讨论。那他什么时候要做呢？现在是要先成立咨询委员会啊，然后接下来就是网络会要有主题，然后接下来要改选主题，大概2027年才会变预算，然后2028年才会上路。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希望。如果央行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非做不可，现在社会很多疑虑啊，你还是要充分的说服大家。我根本觉得央行现在提出这个政策就是个很落伍的政策。我们还号称我们现在已经要进入到 AI 时代了。这个你看到现在大陆全部都是无纸化，其实我们一直在过去在推电子支付、推无纸化，推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基本上那个效果不好。所以我觉得央行其实根本的就是说，它应该是把这个笔钱要去换钞的钱拿来推电子支付。可能还更好，因为我有电子支付的话，才不会有那个伪钞，它会降低伪钞。对，所以我真的认为说，他们现在这个动作就是个纯政治化动作，没有太大的意义。基本上我是反对像这样的花了这几百